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12月15号，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今天的直播从现在美东时间11点半到12点开始了。如果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没有问题。等待大家稍微等一会儿，有人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好的，感谢确认，感谢帮忙确认，可以听到。我们简单说一下，赶紧的说一下这个大盘。那么在说大盘之前，我们要看一个这个，好，感谢钱朋友，看一下这个经济数据，因为这个本周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就是这个非农数据。明天周二12月16号有非农数据，然后还有周四有这个 CPI 数据，周五有 PCE 数据。这些数据还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又再加上最近，因为美联储也刚刚这个降息结束嘛，相当于一个真空期，所以说，本周的这个行情基本上就是数据驱导，大家需要关注一下，周二、周三、周四，所以说这些数据我们需要关注一下，都是非常重要的数据。然后我们赶紧来看一下这个指数，指数现在，我们看一下日线，从这个4835，这是 A 中枢，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离开段，一个回撤，而这个回撤非常的技术，回到了0.382，然后再次打出去，对吧？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结构了。我们看今天这个结构其实非常有意思，你看一下1小时上就知道了。1小时上有2个低点，前面这个低点是在周五的时候下跌形成的6801.79，今天又形成了一个低点6801.49，也就是说刚刚跌破了6801.79之后，然后开始出现一个小的反弹，然后它这个周五这边这波下跌是成比了，周五这个下跌这一笔在1小时上这一笔下跌是成比了，然后在今天跳高开盘之后也反弹成比了，但是呢它又很快跌破了这个6801，形成了一个类似破底翻的一个结构。我们看这个5分钟，这个结构走的很有意思，如果说你在盯盘的话，这个短线上波动的是比较大，尤其是开盘之后，但是这个破底翻做的是很厉害。我们看，这就是周五的一波下跌，然后它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然后这是开盘之后的这个上涨，就是跳空的一个上涨。这个上涨刚好构成了从6801上涨的这一波的1小时那一笔，这个结构是饱满的，有进入段，然后这有中枢，还有离开，这个1小时结构是饱满的，然后它又快速跌破了6801，然后出现一个破底翻往回拉。所以说你如果说在盯盘的话，然后你又知道这个结构，发现哎这个出现高点了，又冲到这个200均这里，你完全可以在，如果说你在周五有买这个2买的话，完全可以在卖在这里。你看到没有？它刚好是突到了200均，然后就开始往下走，你完全可以卖在这个位置，然后等待它再次跌破6801.79之后出现盘整背驰再买回来。这是一个非常好做的，或者说非常技术的这个短线的一个操作。如果说你有这些结构都已经操作出来，你知道它的一个含义是什么的话，其实做这种短线就是快进快出的话也不难。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它这个每一次上涨和下跌，跌破了某一个位置或到达某一个位置代表什么意义，对吧？那么现在怎么看呢？就是现在这个68前面这个低点就不管它了，那么就看围绕这个5分钟震荡，它什么时候选方向。那么针对这个5分钟这个的话，1、2、3、4、5、6、7是七段，看它能不能站出9的时候选方向，是往上继续选还是往下继续选，对吧？所以说它这个1小时的这一笔，就这一段它现在是没有方向的，它可以往上再生长出一笔1小时的一笔来，也可以是这段比如说5分钟够了，它可以往下继续走，然后再出来一个5分钟再结束，也就是这段的延伸可以继续往上延伸，这是
第二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往上走，那这样的话就是延续1小时的这个中枢震荡，1、2、3、4、5、6、7，这是第7段，就是1小时的第7段，可以再出来第8段，甚至第9段，对吧？就是就看它，小周期上就盯着5分钟这个中枢，1小时就盯着1小时这个中枢，就两个周期的中枢你都要看，因为小周期的中枢的生长会带来大周期的一个变化。好的，这是针对指数，我们简单说一下。那么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首先看丽丽朋友问了一个，这个 Broadcom 博通的话，我们在周末也分析过，在周末做复盘的时候分析过。他说想补仓，对吧？那么现在在日线上，它这个结构就从日线的138分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5浪的一个进入段，然后做了一个中枢在这里，这是这个财报之前涨了一波，然后因为财报的原因给打下来了，对吧？因为财报的原因给打下来之后，回到中枢里来了。但这波打下来，你发现它走得很急，就是下来的这个情况走得很急，只用了4根 K 线就破掉了前面这么长时间2、3周的一个上涨。所以说明下跌的时候这个速率很急的。然后它这个用的级别非常小，是小周期的快速下跌。我们在周末复盘的时候看过，这是一个15分钟的下跌。看。这是我们在周末复盘的时候说过它1、2、3、4、5，我当时在周末的时候，这里可以是有一个第5笔或第5浪的一个反弹，就是说它在15分钟上已经出现第5笔了，1、2、3、4、5，对吧？然后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底分型，这个位置你要是在周五想做一个小周期的一个反弹，博一个第5浪的话，或第5笔是没有问题的。这里你博一个第5笔或第5浪，它完全是可以走微转的。你当时，因为你在这个当下的这个位置，就周五的这个位置，你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对吧？你不知道周一开盘或下周或本周它是一个什么情况，所以你在这个位置进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你如果说是长期操作这个票，你的底仓应该很低了，就持有的这个价格很低，所以说你拿点小仓位来博一下这个反弹没有问题啊。但是今天开盘之后是一个冲高，你看它是冲了一下之后快速下跌。你如果说结合指数那边的话，出现这种情况是需要这个谨慎的。那么现在它是一个第5浪没结束，又向下延续，就是15分钟的第5浪再向下往下走。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第3和第5浪的这个空间比较，现在是到了 0.5 左右，等比例在315，最好就不要去等比例，等比例就太深了，有可能再往下沉一沉。就是 0.5、0.618 都可能止跌之后，你再看它出现这个第5笔到这里或第5笔到这里都可以。你看你要不要博一个这个反弹，就第6段的反弹，因为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往上走，所以你现在想加的话，现在只有15分钟上有可能止跌之后，你看它的这个内部，这个1分钟上是有2个小中枢了。随时可以止跌之后给你一笔反弹，就看你这个15分钟的这可能是有一个小反弹，也可能是一个大反弹，我们不知道啊，对吧？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它是什么样情况，就看你要不要这种。如果说出现一个很弱的反弹，你在这里位置加了，然后没跑，它可以又来一段，相当于前面的这个1、2、3、4、5、6、7浪下跌，甚至给你9也可以，对吧？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这个反弹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因为它的周期相对是比较小的。那么如果说你想等的这个稍微大一点的那个买点的话，那你就要把周期抬高了，因为它现在是一个快速下跌。我的建议大周期的话，其实是踩一下120天的，踩一下120天在330附近吧，踩到这个附近基本上也在这个中枢下面，对吧？然后这个位置可以多加一点，因为120天它自从前面这里跌破过之后，就是突破了120天之后，再没有踩到过120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均线。所以说大周期的话就盯着120天这个位置，小周期的话就看15天到了某一个位置，你看它这个 MACD 也下不去了，对吧？所以这个15分钟上就看你做不做，不做的话你就等大周期的，比如说1小时上我给一个底分型之后我再等。或者说日线到了这个中枢下沿的时候，然后到了这个120天的时候，这两个位置又在这个夹角这个位置也可以，对吧？跌破中枢的下沿，然后没踩
或者没踩到这个120天，或者说这个120天附近给你出现了一个十字星的一个 K 线也可以。整体来讲吧，现在你想做的话，只能是一个比较小周期的。那么，就看你的个人能力以及能否盯盘了，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预测它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个新朋友应该是 shy 6196问这个特斯拉。特斯拉的话，今天是相对表现的比较突出。我们看一下特斯拉表现突出在哪儿，其他都是一个偏弱。那么今天特斯拉是涨了4%多，它可能也是受到消息的刺激，就是可能跟它的这个它的这个 Robotaxi， 它的 Robotaxi 的这个没有了它这个前置的乘客的 safety monitors，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的这个消息刺激了特斯拉的股价上升，可能是更有利于特斯拉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东西吧，不知道，但是是消息刺激它一个跳空，今天特斯拉出现了一个高点。那么特斯拉的结构，它也是从214.25这里是它的起涨点，这是进入段，然后在这里震出来一个7段的中枢，一个离开，然后在这里又震。这个的第二个中枢跟第一个中枢高低点没有接触，这是一个趋势上没结束，当时回到这个位置，但是它这个杀的是比较狠的，是出现了一个扩张型的，这个我在周末复盘上也说了，是一个扩张型的中枢，或者叫喇叭口，传统理论叫喇叭口。所谓的喇叭口就是这样，对吧？就是破了前面的高点，突破了前面的高点，就这个高点突破了前面的这个高点，次高点，然后这个低点跌破了前面的低点，造成了这种造成了这种这个喇叭型的或者扩张型的一个中枢。一般中枢都是第一个中枢，如果说是收缩型的，或者说是一个平台这个旗形的一种状态的话，那么第二个中枢就容易出现扩张型的。这是这个一般两个中枢不太一样的，但是不影响它的结构，它并没有破坏这个结构。那么今天突破了之后，而且 MACD 的给的力度非常强，MACD 给的力度非常强，所以有的话继续拿。在它力度表达强的时候 ，MACD 又能跟上来的时候，你就拿着就不动就好了，对吧？如果说想看得更细一点的话，我们看一下这段的内部，1小时上肯定是没背驰，现在，或者说1小时在走这个 C 段的一个，现在下面这里一小时上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这里做了第二个中枢，我们看这里这是一个下上，它这里是有一个破坏，但是你可以把这个中枢画到这里。画一下，就这样1、2、3、4，这个就是一个这一段的划分就是一个你的类似递归模式的，因为它是特殊 K 线的一个划分，它其中有几根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你如果不画到这里的话，单画成一个1、2、3的话也可以，就看你个人的一个在交易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吧，我们在图形上这个画图以及在做交易的时候，它是有区别的。严格定义的话，其实是一个1、2、3，因为它这里面这个回落，其中有一段被破坏掉了。所以说你严格定义的话，它是不能够画成一笔的。但是在这个你结合它的小周期里面，它肯定是有3段这种结构，那么构成了递归成了1小时的这个回落一笔，我画成这样的话也没有问题。然后它构成了第二个中枢，那么这是针对第二个中枢的一个离开，对吧？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小周期，如果这里当成一笔的话，那么这个中枢的话，这里有一个中枢，就是15分钟的一个中枢。那这样的话可能更好解释一下，我们这样解释一下。就是把它当成15分钟的中枢，因为在15分钟上它没有那个背驰，这样的话可能更容易来分析，更明显一些。因为在15分钟上它是不背驰的，15分钟再走15分钟的小中枢，这是它的15分钟那个中枢，也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在1小时上它那个特殊的一个划分。这是起涨点进入段，然后在15分钟上震了一个中枢，然后还出现了一个回踩，但这个回踩不够。所以说这是离开段，就这个离开段明显比进入段强的，所以它不背驰，造成我们在1小时上看的时候，它这个 MACD 很强，对吧 ？MACD 之所以很强，这段的原因就是因为在15分钟上它是一个不背驰的状态，
所以说它现在15分钟上完全可以继续往上生长，或者在这里再做一个第二个中枢出来，这样的话它可以再打一个高点，再结束整个的。所以你如果有的话，就等它15分钟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构饱满一些，对吧？这是一个 A 中枢出来了，你等它再做出来第二个中枢，然后可能再打一个高点。如果说你做的更细的话，那就是需要把这个离开段这里它可以是5分钟，或者说是1分钟这个结构再往上生长，可能还能出来2个小中枢，因为它的延续性好的话，它就可以一直这样生长，可能才能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所以说你就结合15分钟以及它的更小周期来把握它最后的这段，就是在1小时看的话，是这个中枢的1、2、3段。那么在1小时上，我们现在比较一下这3段有没有一个背驰，就是从这个中枢离开这3段。刚好突破了等比例4200，对吧？是从这个1、2、3，它现在突破了4200，但是呢，现在有一点点要回来回踩一下。传统理论说有没有突破一个位置呢？是3根，比如说1小时上的话，就要3小时，每一根 K 线收线之后，你要看它是不是在这个价格之上。如果说3根 K 线在1小时上，就要3小时都在这个 K 线之上，在这个价格之上，我们就要它有效站上了这个价格。但是缠论不是这么看，缠论是啥？缠论是次级别突破了某一个价格，还有一个次级别回落。现在只是次级别突破，但是还没有出现次级别回撤呢，对吧？这是缠论这个去观察，所以缠论观察的更仔细。所以说你在15分钟上看它回落，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一个中枢？这样的话跟这个中枢的级别是一样的，它可以再打一个高点，然后来结束这个。那么如果说不能够有效的这个，或者说不能够大范围的脱离472的话，那可能再往上涨一涨，可能再回撤一下，这样的话可能会走一个1小时走一个5浪，然后在这里做第二个中枢，1小时第二个中枢，然后再可能结束。你就会发现这个15分钟上跟1小时在做同构，就15分钟上在做这个 B 中枢，然后1小时上也做大 B 中枢。好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这个其实是你要如果说单看一个周期的话，会不太好把握这个票。如果说2个周期结合起来的话，可能更容易一些。好的，这是这个特斯拉，我们再来往下看，赶紧那个有12位朋友问一下比特币。比特币的话，今天是出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刺激的呀，是在美股刚刚开盘的时候，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快杀。就是这个美股刚开盘的时候出现了一波跳水，我们看一下比特币。那么比特币的结构，日线上，它这个从最高点这个下跌，就是历史最高点126296下跌之后，一个进入段做了2次反弹，确认一个中枢，走了一个反向中枢，然后开始离开，然后这当时还是有一个等比例的位置，就是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的位置，然后出现了一波反弹。那么这个反弹也是，我们先测一下，当时好像反弹到了 0.5， 对吧？反弹到了 0.5 94003，这个最高点在94640，基本上就是在这个黄金分割这个位置。前面它这里其实有过一次在这个位置，后来有一个回撤，但是呢回撤的时候是不够一笔，然后又出现了这个又出现了一个上涨，也就是说这段上涨的时候，它的内部结构是有这个饱满度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在日线上的话，就是现在是看它是要再次跌破前面的8万多这个位置，还是说在这里给个2买？给2买的话，就是再弹一次，那么有可能在这里做一个 B 中枢，这前面这是 A 中枢，然后可能再来一个低点，才有可能结束从这个最高点下来这段，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跌破这个前面这个低点80524，跌破它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那这个位置就可以买它，因为盘整背驰了嘛，我们可以期待是有一笔反弹，或者说有一笔微转的，那就要突破前面这个高点，那就不知道它怎么选。但是现在连这一笔还没有结束，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这一笔，然后也可以结合的看一下这个4小时上那一笔。那么前面这个4小时，我们看。这个上涨的时候，从这个80524，这是一个技术段，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对吧？前3笔就构成了中枢之后，后面就开始震，然后直到这里出现了一个离开，这个离开打掉了前面的这几个高点，
对吧？但是呢，在当下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做减仓动作的，因为它毕竟是出了高点之后，但是它的结构是饱满的，进入段，然后在这有中枢，然后有离开，它就是没有出现三买和三卖。但是不是说每一个中枢必须，因为你是结合了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因为这是一个利用了非同级别分解大周期的一个结构来分析它这里是不是要走反向。那么从这个现在其实还是说，因为在日线上这笔回落已经够一笔了，所以说我们就要从94640这里断开看了。那么在4小时上的话，现在还是一笔，4小时上还是一笔，这在4小时上还是一笔。那么我们把这个周期要继续往下降，降到30分钟上。这30分钟上我已经画完了。我们看一下30分钟上它出现了2个中枢的快速下杀，就是这里有一个 A 中枢，现在看的周期是30分钟。那么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做了第2个中枢，但是呢，这一看就知道，对吧？高低点有接触了，就扩张了，出现一个扩张中枢之后，出现了一波快速下杀。也就是说，现在是在走这个升级之后中枢的一个离开。如果说想要出现反转的话，你必须要在这个小周期里面出现一个转折。我们可以把这个最后的定位到最后这一笔里面，比如说5分钟上，甚至是1分钟上，你都没有转折的话，它是不可能有转折的。那么最后这段，这里是在5分钟上，这里有一个中枢，这是5分钟上的一个离开段，这个反弹都不够一笔呀，都不够一笔。所以说，什么时候5分钟上这里出现了一个中枢了？如果说能够不背驰，也就是说这个的5分钟的中枢的进入段跟离开段不背驰，有可能会反转。还有一种就是5分钟上给你一个中枢，然后再打一个低点，就这一笔还没有结束的可能啊，现在还没有在30分钟上，你还看不到它结束的这个没有结束的迹象。然后这个再结合 MACD 的话，也是张口下伸的都特别大，说明小周期的动能太强了。所以说现在不要去捞，不要去补，等在这个5分钟上结构什么时候饱满之后，或者说我刚才说的那种5分钟上什么时候出现那个多头出现明显强的时候，比如说1跟3不背驰在5分钟上，或者说是我做了一个中枢，然后也出现离开段。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也不背驰，就是用那个黄金分割扩展器一测的话，也出现不背驰的，是可以尝试进的，才有可能转。所以说现在，但是整体来讲，你要是想稳妥一点的话，就是看日线上，或者说4小时上什么时候出现了底分型，对吧？没有底分型，它没有底呀，任何的转折都要有底分型。所以说你可以等待4小时上，它现在还在0轴以下呢。还在0轴以下的所有的下跌，我们说过0轴就是多空分水岭，现在明显是多头主导的一个状态，不着急捞，不着急往里捞，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秦朋友问了一个 QQQ 的话，应该跟这个标普应该差不多。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因为也很少，之前好有一些朋友好像在做 QQQ， 但是后来，涨得也比较好，所以大家也不太担心了，可能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大结构，周线的话，这个是637，这个回落不够一笔，所以说它的结构跟那个标普差不多。但是 QQQ 主要是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嘛，那么我们就看这个637右侧这些就行。637之后，它这里这个回落呢，就是严格定义不够一笔回落，这笔回落还是不够，所以说我们还要看一下1小时的，应该跟那个标普也差不多，但是它比标普走的这个深一些，它都踩到了120天跟这个200天的那个交叉了，对吧？那么这里是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有一个下上下，这一个很明显的做了一个中枢在这里，然后它这个也是走的挺技术的，这个中枢之后打了一个高点，这跟那个标普那很像，就是这里做了一个1小时的中枢，你可以画到这里也可以，就其实都差不多，因为中枢的位置就在这里，因为它从这个位置打了一个高点，
这个结构是饱满的，就是这里有进入段，然后这里有离开，然后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往下走，然后从这个位置，也就是说这里有可能要生长出来向下的日线的一笔回落了，从这个最高点630，这里已经有过一次反弹，然后现在出现了第二笔下跌，我们可以把这个第一笔下跌就当成一个跳空缺口，第二笔已经到这里了，这就是1小时上的。我们先比较一下这3段，是在613，就是613这个位置，如果说要在613.25之下一直待在这里，你就稍微谨慎一点，因为它有可能是不畏迟的，继续往下踩一踩到605，然后才可能来个1、2、3、4、5。如果说能够弹回去没有力度的话，那你就要盯着弹上去之后能不能够碰到这个617。如果说弹上去碰不到617，那还是要来5。所以说做第5笔可能是，就是为什么老做要去做5呢？就是5有可能结束了，就这个有可能结束。你做了一个3的话，它如果没背驰，它可以弹一下再来5。你如果说没有及时出来的话，就容易被套在里面。那么它如果说一直在613之下，那你就等嘛，因为它不背驰啊，对不对？你要想进的话，就需要用更小周期去这个搏它。所以说，针对这个 QQQ 的话，因为它跟这些大科技公司的这个联动性更多，它比这个明显比指数偏弱，明显比标普还要弱，所以需要做多的话，需要这个仓位需要谨慎一点。好的，还有3分钟时间，我们最后再看一个 Helen 朋友问一个谷歌，我们可以看一下谷歌。谷歌的话，我们之前说过，它是在一个日线的第7浪或第7笔里面，是走的非常强。我们看这个日线这个结构，日线这个从这个起涨点142.66，这里做了一个中枢，这里又做了第二个中枢，两个中枢有接触了，升级了。升级之后，它走这个升级之后中枢的离开，你会发现它走了个7段，1、2、3、4、5、6、7。这个第7段我们之前是有过分析的，有朋友当时在问。那么走了第7段之后还没结束，这个第8浪或第8笔回来的很弱，你发现没？它现在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个291.72，能不能够碰到这里？碰不到的话还有9。一般我们有2个模型，就是一个7浪衰竭和这个9浪衰竭的这个模型，就是一个走个7浪，或者说也可以走个9，但就看它的这个延伸度。现在看，如果说这里能有一个加速下跌的话，可能就会碰到这个291.72，碰到之后这里就形成中枢了。但是你要注意，这里形成这个中枢还只是下面这个升级中枢的3买，因为它俩级别不一样。因为这是升级之后的中枢，它级别大了，你这2笔的一个构成的中枢，跟下面这个升级的中枢是它的次级别，还是3买，它还可以再往上走，所以需要注意这一点。但是如果说碰不到291.72的话，那可能连3买都还谈不到呢，就更强。它不碰到291.72就更强势。就是一个更强势的表达，就是所有的这些都不碰，每次回落都不碰到前面那个低点，那这种浪形模式往上走就更强势表达，碰到的话就偏弱了，但是也不会太那个，就是说也不会去到你需要割肉的位置，因为它毕竟是在做一个中枢，在做这个相当于对下面这个大中枢的一个回踩确认，这是在这个日线上，所以说你要进的话。看一下它的这个1小时，对吧？我们其他的清一下。1小时上，它这里走了一个相对比较纠结的一个，说明你看它每次回落的都有人去捞底啊，或者有人去买它，这就是好公司基本面好的时候，就每次回落都有人去出手，它就下不来。1小时让它走了这么一个盘旋向下的这么一个中枢。所以说，现在还有可能要出来这个，如果说这里是针对这个中枢小300快结束了，对吧？
如果说这个是3卖的话，可以再打一个低点，比如说踩一下这个200天，对吧？如果说不踩200天的话，看它这个回落，现在因为这段是可以画成一笔的，但是这个回落现在还不够，对吧？你等它回落这段之后，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1、2、3，那这个整个的这笔回落有可能结束了，估摸着有可能再往下踩一踩，这个等这个200均拉上来，对吧？又在一个300的一个整数关口，所以说如果说真能跌破300的话，可能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的这个机会，因为可能是做一个空头陷阱。即使到300的话，也没碰到这个291，就是整体只要不加速就行。这里就是说盯着1小时上这个，尤其是200均这个位置，只要不加速跌破它，然后一个反弹不回来，只要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就有希望结束。所以说你在这些位置再次下落的时候去买，而不是说它涨上去你去追它，对吧？就是我们都是只要长期看好的票，你就是每次去回落买回落就好了，然后冲上去卖一点，每次回来你就是来回做短差玩，对吧？下来了买一点，上去了没有破前面的高点卖掉，又下来了跌破前面，它其实走了一个通道似的下跌通道的这个小周期上。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分析到这里了。